徐主任不是公社开会呢？我昨天晚上就蹬着自行车到公社住下了，咋不开了？哎呀，嘿，你看我这个人，嘿，来，先抽烟，抽烟。来，谢谢，我不会抽。哦，我记错日子了。哎，福堂，你怎么老闻烟，拿在手上不抽啊？我福堂的气管不好，不敢多抽。哎呀，我以前也是个老烟囱，现在这个气管不抽都喘不上来气的，别的不成了，我就闻一闻，偶尔也抽一次，抽完了半天的咳嗽。哎，润叶来了。哎，润叶啊，什么时候回来的？正好你爸也在这儿。坐顺车回来的？没有，我坐公共汽车回来的。润叶，你怎么知道你爸在这儿呢？我不找我爸啊，我找徐叔叔、白叔叔。哟，什么事儿啊？那二爸让我递封信给你们。名传之拱儿童子，你们好。据反映，你社关子村社员王满银因翻了祭宝老鼠药，现被押到双水村公社农田基建工地劳教。如此人再无其他问题，我亦可严肃教育一下，让其回对其。对于类似其他人员的问题，也望你们能够慎重处理，严格执行党的一贯政策，切不可随意行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们二位酌处。那二爸写信说，把兰花的丈夫王满银给放了。你二爸咋知道这事？我咋知道？估计是罐子村什么人反映的吧。你是专门为这事回来的？没有，我回家拿材料，二爸说顺便把信捎过来。你看怎么办？那有什么好说的？叫王满银回到生产队里去，不就成了？那其他的人呢？总不能把人全都给放了吧？我徐志公无所谓，你是一把手，你看着办。就按你说的办了，先把王满银放了。你是负责农田基建会战的，其他那些个事儿啊，等毙了再研究吧。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这，那我先回去了。师傅，麻烦你给找俩人，找到现场。到了的啊。那我走了啊。好。谢谢啊。小心些啊！嘿嘿。哎，使者，我厨房还忙着呢。哦，你们在，我就先走了。谢谢师傅啊，您慢些走，慢些走。不客气啊，麻烦你了啊。哎呀，哎，福达哦，你可是个大忙人呐！哎，我这个一天忙着思谋筹划、指挥，帮着大队帮各种交涉争各种利益。哎呀，就是10个节公社，只要你田福堂出面办事儿，就能办得让人满意。这公社这些年换了多少茬干部，你都能和这些人保持热乎，这叫本事。哎呀，徐主任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嘛。你看你这么表扬我，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今天就不去双水村了。哦，你回去给玉婷捎个话，让她把王满银给放了。哦，你看啊，这人是我们让给抓的，再让我去把人放了，这脸上挂不住。哎呀，就是这事嘛，没问题，我一定把话捎到。哦，那好，那好。田副主任，张副主任，我是柳沙公社的副主任刘世祥。周文龙呢？哎，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儿吗？啊，
刚才那几个民兵里头有周文龙啊？对呀。好，坐。杨家湾跟贾家沟有几个农民逃跑了，周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去抓人，这不都抓回来了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劳教农民跑了呢？周文龙主任一上任呐，这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的劳教农民有40-50个，都是从各村抓来的，实在受不了这罪，逃跑是常事儿。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劳教？你们2位都是上级领导，我也不好说。别怕，你说吧。这怎么说嘛？人家是郑主任，我一副的说到人家郑的，那成个啥？没事，你说。我不说，是为了田副主任你好。你是县里边的领导，可上面有冯主任压着。我说了，你是管还是不管呢？你要是管了，你和冯主任有点闹上，我们这些底下的干部啊，都很爱戴你。我要是说了，那是害了你。没事，我不怕。你说，你别怕，有我在这儿呢。只要县上还有一个支持他田福军的，那就是我张有志。照我说呀，这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冬天啊，有些农民没钱买棉衣，就把自家口粮拿到黑市上换几个钱；有些呢做点小生意；有些对现在的政策不满，发了几句牢骚。这确实是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嘛。可周文龙就觉得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全部抓到了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去劳教。就这么个劳教法啊？去年有几个公社啊也是这么干的，抓了几个人，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还不给饭吃，还用民兵用枪看着，还不给记工分，这不胡整吗？周文龙今年比这更严重，动不动就把人给绑了。有个贾家沟的，2只胳膊都给打坏了，实在受不了，可不就跑了吗？那刚才那2个农民是不是也被打了啊？是啊。这成了什么了啊？赶紧把这2个人放了，赶紧把人给放了。现在这农民见了咱们公社的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夫君啊，你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吗？以前咱们走在哪儿，老百姓都把咱们当亲人一样。你现在这样整群众，那能不怕我们吗？田副主任说的在理了。周文龙还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战，就要5上，要码绳子加路线，3令5申不成，就3令5绳。他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这样，一会儿你带我跟张副主任上你们工地上去，把那些抓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给我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去堵资本主义去。你的意思呢？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个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那你的意思呢？干脆这样吧，咱们也不说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把这个问题放到政治夜校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去解决，就不要再搞劳教了啊！让他们写个检查，再派人呢批判一下他们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主任这个办法好，这样我跟周文龙也没法说什么了。夫君啊，我同意你要放掉被劳教的农民，但是你知道，冯士官可是很看重周文龙的。你打击了周文龙，那可就是打击了冯士官了。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会考虑的，但是我放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周文龙，因为他正好站在被放人的对立面上。如果真的放出什么问题，
我田福军承担。哎呦，差点忘了，还没安排艾瑞吃饭呢，我去灶房说一声啊。哎，别，你不要特意为我和张副主任安排什么啊。一会儿把那2个农民叫上，他们肯定也没吃饭，一块吃。这是谁啊？周龙他爸，一分钱不掏，经常到这儿吃饭，跟自己家似的。嘿嘿，你这个黑面袄的太上皇，到公社食堂就跟到你屋灶房一样啊！煎了这么大一碗肥肉，你还拿了3个白面馍，你吃得下去？你不怕撑着？这个周文龙啊，限制别人搞资产阶级法权，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啊！让他当农民的爸，1分钱不出，在公社这锅里头挑肥拣瘦，大吃大喝。他爸呀，就以为这柳岔镇是他儿子的天下，想咋样都可以。太不像话了！支书啊，去公社逛回来了。啥叫逛回来了？我去公社开会去了。开会？哦，咋？支书你们都不认得了，还不说话？支书回来了。回来了。他现在明显地意识到，这几年他在村里遇到了几个潜在的对手。他首先想到的是2队队长金俊武，这家伙实际上成了金家湾那边的领袖。金俊武比他年轻，又是党支部委员，还时不时曲里拐弯的和他过不去。哟，副堂从公社开会回来了。回来了。支书，开会回来了。回来了。哎，咋样？都说了些甚？这个会议精神就传达到支书这一层。我这个副支书这一层就不该知道。这个副支书那就是骡子的物件摆设嘛。你给。哎，玉婷。支书，大队上有谁说我没有去公社开会吗？没有谁说你没有去开会啊。支书、副支书，你们看啊，咱们这个标语写下5、6、7年了，也错了5、6、7年了。咋了？这坚决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歼灭的歼写错了，写成强奸的奸了。这谁写的？这是我前几年写的，大队上有几个人识字了？你这胡子写是甚啊？把你就能就成。副书记金俊山，几十年就是那个样子。虽然从来没有和他一心过，但这个人没有魄力，年轻的时候都没翻起几个大浪。现在一大把子年纪，更没有力量和他田福堂争高论低了。公社决定啊，要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婿放了。真的？徐主任不在，他今天回不来，叫我把话捎回来。哎呀，好得很。支书，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下好话了。哎，说甚好话了？本来这个事情就应该这么处理。不管咋样，叫满银回罐子村吧。俊山走了，这个事情你一会儿去说说就行了。哎，不成，还是你来宣布。咋了？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怕政治影响不好。哎呀，玉婷啊，玉婷同志啊，你这个政治觉悟我很满意。
哦，你宣布政治影响不好，我宣布政治影响就好了。师叔，你说甚呢？我实话跟你说，你宣布这个事情，那我哥全家都感戴你的情。少安在队里，他也欠下你的情，让队里那些个说你躲起来不管批斗会的事儿，在背后说你坏话的人，都知道你干甚去了。你是为咱村社员亲戚说情去了。要不，你咋不把这精神传达给俊山副支书呢？不能你做下好事情，让俊山副支书来宣布，让他做这个好人。好。哎，支书，啊，你打个喷嚏，我就得感冒。这座通行农大，为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培养农业学大寨的各种人才做出了贡献。哎，行，好干，好干活吧你。好干活，行，好干。哎，局长，其他人都休息，这些人怎么不休息？这些被劳教的农民呢，除了每天吃2顿饭，一整天不让休息的。你是副主任啊？是。你一共抓了多少人？56人，上午跑了2，下午跑了3，还剩51。这样，把他们全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啊。以后啊，不要再搞这些名堂。农民犯点错误，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这是周主任的决定吗？是县上领导的决定。周主任回来了，这事儿得和周主任说。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对，都放了。这些人不是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政治夜校教育一下就可以了。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这是我们县委领导的决定，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必须得执行。这是原西县2条路线的斗争。你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志一唱一和，这是明摆着和冯主任对抗。冯主任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对那些有右倾思想的人，你就好得像穿一条裤子。我那个同班同学10个街公社的白明川，从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保皇派。你对他就像宝贝一样的器重。把之前抓那2个人也放了。人都被你放了，我还放什么呢？我马上给冯主任打电话，报告你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的所作所为。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你等一下，你先跟我出来，你把外面情况看清楚，你记清楚了，然后再向冯主任汇报。来。老百姓喊什么？问你呢，周文龙。群众都在喊些什么？他们喊，县里来了2位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要向2位青天告我们的状。周文龙，你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你看看你把老百姓逼成什么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逼成了旧社会的晴天大老爷。白天干1天，晚上还要熬夜，这实在都受不了了嘛！一晚上睡4、5个小时，饿得我们这都睡不着呀！就是的，吃不饱睡不好。这叫大老爷，你看看，你看看。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的粮站换一部分好的粮食，从集体储备粮里拨一部分补助他们。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农民有病该治的就得治。谢谢大老爷，
人家。来，你起来，你起来。是应该我给你跪，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为你们服务好，是我们对不起你们人民，是我们不好，啊。 67年的时候啊，线上搞武斗，各个公社集合了好几千人到线上去救我田福军，我当时很感动。出来以后，我给老百姓跪下，但是当时我发了2个誓：一是我田福军一定要让全县的老百姓啊，从黑面膜吃成黄面膜，从黄面膜吃成白面膜。还有一个，我田福军。 希望我再也不要给老百姓跪第2次。没有想到啊，这第2次还是发生。从今以后啊，你们除了你们自己的先人，给谁也不要下跪，腰杆要拧的嘛。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腰杆拧，不给别人下跪嘛。 我给老百姓下跪，一是我田福军自己工作没有做好，2是就为了教育像你周文龙这样的干部。周主任，那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呢？哦，回来了。回来。哦，回来。哎，玉鹤，哎，不忙走，我有事了。我在公社把你们家女婿王满银的事解决下了。 我一会儿就叫他们放人呀！咋是你解决的呢？啊，是我少安啊巡下人把事情办了。你说啥？你放心，少安嘱咐了，不让说是他在县里巡下人办的这事，就说是你办的，就这。哎哎，那你少安在县上巡的谁啊？是不是我家润叶？他没有想到。 没有本事的孙玉厚，竟养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儿子。这后生虽然现在年轻，也不是党员，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他可比金俊武更厉害。哎，哦，回来了。哦。哎呀。 我在10个街公社看见咱女子了，你猜咋？咋？少安跑到县城去找润叶，叫润叶去求夫君，这才把玉后家的那个2流子女婿给放了。那这是好事吗？这是好事，当然是好事。不过你想一想，哎，你那个脑子能想出事儿？ 咱家润叶是给人家当跑腿的去了，你把我都说糊涂了。好你个孙少安呀！孙少安咋了？惹你了？他这是在麻缠咱女子呢，撂上个长腿就跑到县城去找润叶去，胆子不小，跑到县城去败坏润叶的名声去了。你那都是听别人说的，赶明儿啊。 你亲自到县上找润叶问问。我就是要到县上去问问了。哦，你完了给我摊上些煎饼，夫君爱吃。啊，我到县上要找夫君，我去问清楚。我还要让夫君给咱家润叶介绍上个好对象。师范，这急着把我从调研线上调回来。 就是为了这事情的事，那我的意见很明确，
我不同意。夫君，开会的中途你才进来，你是不是应该把情况搞清楚以后再发言？我看了嘛，写得很清楚啊。不就是要在全县开展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的3赛运动吗？现在是各个大队搞，各个大队要抽10个男青年、10个女青年、10个老婆、10个老汉。各个大队搞完以后，各个公社还要搞，公社要抽40个男青年、40个女青年、40个老婆、40个老汉，到县上再搞，这成了啥了嘛？政治运动不是不能搞，但是这样搞是不是太过分了啊？过分？夫君同志，我看你这个用词就很过分。邓云同志，你是主管政工和宣传工作，请你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你告诉我，这到底哪里过分了？我坚决支持冯主任的看法啊。这个夫君啊，还是你自己讲清楚了。这么好的运动，到底哪过分了？这么大张旗鼓的搞3赛运动，影响农业学大赛不说，啊，各个公社抽这么多老头老太太，年龄这么大，这么强的运动，那跑那10几个了，这正是为了促进农业学大赛啊！田不丁同志，你在六叉公社私自释放劳教人员，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这才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农业学大赛呀！同志们，这是路线问题呀，方向问题，是得了政治幼稚病。谁得了政治幼稚病？是我。好，夫君同志，我们本来是要把这个会开完以后，再另开一个会讨论你的个人问题。现在我看革委会应该首先批判田福军同志的右倾思想和懒散软的作风。如果都像他这样，那我们原西县农业学大赛先进县的称号就不要想保住。先进称号不是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保的。农业学大赛的运动是一场革命啊，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这个文龙同志的动机啊，也完全是为了革命嘛。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把人往死了打。哎，你打死几个人了？死了几个人啊？胳膊腿打坏了还不行啊？还真要把人往死里打？谁都没有权利判别人的死刑。火气都不要这么大嘛！我们都是一个班子的同志啊。你什么意思啊？这是知识还是本能？这完全是古老的中庸之道。就是，要照这个。原西县农业学大赛先进称号还要不要保持？士官，你说，咱是为老百姓干事呢，还是为了保持称号？今天县里开会，说是要让各个公社搞什么3赛运动，赛诗、赛歌，我是坚决反对。就因为我的反对，到现在也没有定下来到底咋搞这个事情。可是会议结束，李登云就按照冯世宽的指示布置到公社去了。你反对的荒唐事还少啊？才指这一件儿。这些年啊，的确是干了很多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的事情。可是没办法，我是共产党员，还是县里的领导。所以说嘛，你在县里工作就得有人支持你。一个好汉还3个帮呢。哎，
我介绍向前给润叶当对象，就是想帮你争取李登云。李登云为个当司机的儿子，他跟润叶，你想想看啊，这个冯世宽是一把手，他跟你有分歧，那是政治立场不一样。可是李登云支持冯世宽，反对你，这个不叫政治立场吧？这不是政治立场不一样是什么？你怎么想不明白呢？你下班回来回元溪县之前，那冯世宽和李登云那是工作了好几年的老搭档。冯世宽一直想栽培李登云，你这一来就挡了人家的道，占了人家的位。要是咱们和李登云成了亲戚，那就不一样了。虽然润叶是你的侄女儿，可咱们待她像亲闺女一样，这个全县人都知道啊。润叶要是嫁给李向前，咱们跟李登云就成了亲戚了。这样他在政治上就能支持我，是这个意思？对啊，要是向前跟润叶结了婚，咱们就是亲家，就是亲戚，那你在县革委会自然而然就有人支持你了。这个你都想不明白啊？我们家的事情啊，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吧，你不要乱掺和。爸，你们回去吧啊！不要送了，哎呀！哎呀，你不管了，不要送，不要送，奶奶回去吧啊！哎，多注意身体啊！好好过日子。你放心，放心，放心。你出来了，爽啊！哎呀，大舅子，真的感谢你啊，也感谢你的朋友们，让你们费心了啊！爽啊！爸，奶奶，你们回去吧。哦，我送。路上慢些哈。好，那你们回去啊，回去啊！爽。真的，你放心吧，我从今以后再不干投机倒把的事了。从明天开始，我就不一样了。咋不一样了？你老说从明天起不一样，跟我姐结婚那天你就说不一样，你除了胖了，你哪不一样了？真的就不一样了啊！这走，姐，走吧。尚干，姐先走了啊。我的，快走，快走。不送啊，我走了，快走！咋了，福哥？少安，你的头衔刘革民让你马上去趟公社，是嘛事啊？我也不知道啊，他在电话里也没说清楚是什么事啊，反正急急火火的。走。秋下下的那个蓝霞霞，啊，那个莺莺菜，种下一个兰花花哟，时时的爱死个人。兰花她不怕这个家穷，因为她从小就穷惯了。她不管别人对她丈夫怎么看，这个忠厚善良的农家姑娘始终在心里热爱着这个被世人嫌弃的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男人才会在她那没有什么光彩的青春岁月里，头一次给了她爱情的欢乐呀。爱呀么爱死个人。我再说清楚点，白主任让我叮嘱你一件事情，不管谁问起来，都不要说有田福军副主任那封信的事儿。就是让把王满银放了的那封信。田副主任现在有点麻烦，在上面出了点事，不太对付，闹不好要被处分。这封信啊，事情说大不大，可万一有人把它递上去，给田副主任加条罪状，方总资产阶级，你懂了？你说的我明白，我听得懂。哎。那要是他们直接去问福军叔咋办？不知道。我叮嘱你的事儿，千万别忘了，搞不好出大事。哎，今天是有哪个领导来？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车一看就是给大领导配的吧？是。省委副书记石忠，连县上都不让配，直接下来的。这会儿白主任、徐副主任正在伙房小灶接待呢。
哎，你干嘛去？我去找这个省委副书记。你找他干嘛？说田副局的事。孙少安，看把你能的！你一个小队队长，人家可是省委副书记时中，你俩差着好多级呢。大队、公社、县、政府加起来6级，你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再者说了，你是个农民，得先当干部，那可是鲤鱼跳龙门啊！我豁出去了！哎，站住！少安，你给我站住！这么大领导来这视察谈工作呢，你硬闯什么？你这要犯错误的。咋还唱上了？时中喜欢听家乡的闲曲儿，徐副主任就找了一个，跟时中说是碰巧这儿有个业余爱好者，叫过来联欢。那我也能唱吧？哎呦，你别添乱。压个肚子，手劲儿用，到哪儿？我们家个怎么回事？看看。我软滑滑的，一个在那山上。这是做什么了？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后生，你歌唱的不错啊。哎呀，你看这在座的公社的领导，我平时都见过，唯独没有见过你。那你肯定是大领导吧？你就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石总同志。是，我是石中。我听说你也是原西县出来的。是。呀，我们原西县出来这么大的领导，我不知道。少安，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你不知道？你看徐主任，我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原西县的光荣，也是我们农民的光荣吧。呀，你看这还没有我的杯子。我代表双水村大队田家阁老一队的全体农民，给你端一个。这是原西县10个节公社双水村大队田家阁老生产一队队长孙少安。哦，我给他们都没喝酒。行，给你端一个。哎呀，够了够了。可是，我还要再给石总同志端一个呀！你看为啥？我们都是原西县出来的，你看平时搁这万水千山，好不容易今天见上头一面了，我刚才突然闯进来，有点冒失，你不要怪罪我，我再给你端一个啊！年轻人啊，你敢这么放肆，胆大，有种！哎呀，大领导啊，你还不知道。我除了胆大，还有个毛病，那就是招村里的姑娘们喜欢。后生啊，我是个老革命了，什么事儿啊都瞒不了我。你这是另走一条路。是要我对你有印象，隔着万水千山，让我这大领导知道你，啊！你这认识领导的法子，我懂。你看，要不是大领导嘛，英明伟大的很。我今天头一次用这一招，就被你看出来了。你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这，大领导，我今天。是想求个情。这个人太多了，不方便说话。我想单独跟你说，我在外面等着你啊。你先吃着啊。哎，大领导呢？在房间等你呢。哦，哎，少安。咋了？你可真行啊！这首长从来不喝酒，今儿额外多喝了几杯。少安，快去吧，石中副主任在等你，你就和他单独谈。
要敲门啊，记住。哦，知道。别忙。又咋了吧，徐主任？我已经把你们家王满银的事儿向首长汇报了。我的水平低，怕说不清楚。可这是个路线问题。西洋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就是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我这也是遵照县里冯世宽主任指示精神办。我知道，徐主任，我刚才当着大领导的面不应该说不同意见，我知道。哎呀，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话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你说，这个农民卖点自己家的东西，这咋能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也是资本主义尾巴嘛，应该革掉啊。反正我也不是说王满爷这个事，王满爷这个事过去了啊。哎，又咋了吧？你不是告我的状吗？呀，徐主任，我告你的状干事，你咋想的是这吧？手心。